大家看一下，还是从我们的调墨开始啊。我们每次画的是调墨开始，比较干的、比较干净的笔上，笔尖的部分，我们蘸墨，开始近景的部分，山石，用笔的时候，哎，用笔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记住中锋用笔，中锋用笔，先勾出山石的轮廓，山石的大致轮廓。我们用笔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笔的这个变化，线条的变化。中锋先勾，哎，我们前面的一组都是由近及远，这样去处理山石。近是重的，远是淡，是这种的一种处理方法。同学们好，我们注意啊，用笔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画山石啊，要记住，这是有5个步骤：勾、皴、擦、染、点。这是最关键的这5个步骤，就是我们先勾，然后皴，再擦，再染，再点。主要的用到呢，就是说，就是3个，就是笔法：勾、皴、擦。这常用的是这3个笔法。都是从前面，哎，这个山石一层一层的去往后边去勾，边勾我们要边勾边皴，让这个勾皴擦呀，这个3个哎融合到一起。注意这个墨的变化，融合到一起。再重新调墨，多余的水分我们吸出去。要把这个前面的这一组先勾完，一组一组我们去完成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用笔的这种线条的变化，还有墨色的变化是怎样出来的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前面的这墨色的变化，前面重，后边是淡的，前面是实的啊，后边是越来越虚。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用比较淡的墨去加一下，就山石上面的这个植被啊，代表一下。这是一组，我们要一组一组去完成。然后重新把这个我们笔中的这个墨用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再就是把清水把毛笔洗干净以后，我们再重新调墨。这个山石，这右边的山石略高于这个左边的山石，也是先看那个，我们先勾
结构线，看我们的笔一直就是用的中锋。要注意啊，我们行笔的时候，它有个提摁、顿挫、转折的一个变化。看提摁、停顿，有转折啊，它用笔这个笔锋的转折，然后它会出现这种线条的变化。有时候就是说不知道，就是老师，我这个线条怎么就是说变化出来的？看我们老师的，看我用笔，对吧？这种提摁、顿挫、转折，它这个线条就会随着你笔锋的变化，它线条也就在变化。都是一个结构一个的去处理啊。我们讲的十分三面，十分三面是怎么分出来？就是前面的一个面我们处理完了以后，左面的、右面的这种结构，哎，就把它这个石头的这块面去处理出来。看我们这蘸了这一次墨以后，我们笔珠的这个墨色由重到淡，由实到虚，它在变化。用完了以后啊，把笔中的墨色用完以后，我们清水，笔尖的部分调墨，然后多余的水分吸出去。我们然后再画后面的结构啊，这前面的结构，我们这一笔就完成。你看，大家看啊，墨的变化，哎，重的、淡的、实的、虚的，对吧？它都有一个变化。然后以后我们再画后面的山石。画山石的时候，用笔中锋，看墨呢也不要太湿，略干一点，略干一点。现在笔中的这种墨已经略淡了，我们可以补充一下我们前面这个山石，就用我们这次蘸了墨的笔去补充。它因为呢，这个墨剩下的墨色呀，接近于我们前面这种结构的墨色，让它比较自然的去衔接。对吧？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自然？它不是说重新我蘸了墨再接打，是用了这笔墨剩余的这种墨色去接。我们可以画这个流的部分呢，这是山路的部分，清水调一点的淡墨，不要重，然后调的墨色略淡，然后我们可以勾一下这个台阶，山路的就是台阶。用笔也是略干，不要湿，中锋，略干一点。然后可以用这个大墨去补充一下这种结构，台阶的这种结构啊，这种一层次的这种结构去处理一下。
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可以加一些刮木，我们调节画面用的啊，可以加一些刮木，也是啊，我们清水洗了笔以后，笔尖的部分沾一点的墨，可以中锋，也是用中锋。我们勾这个近处的这种点景的时候啊，我们画山石的时候，着笔的时候啊，可以着的略微高一点，这样我们画山石的时候、画树的时候比较放得开，是不是？就是左右啊、上下呀，它比较放得开。我们画点景的近处的这种点景的东西的，可以给着笔啊，可以靠下一点，靠下一点。我们画短的线条，哎，这样行笔比较稳，比较稳。大家勾一些双钩的啊，双钩的一种灌木。我们可以勾完以后上颜色，可以填红色也可以，绿色也可以，代表我们山中的那种小的灌木。然后这是近处的两组山石。我们这要处理一个建筑的话啊，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树去掩映一下小的树木，可以简单的勾一下树干。然后可以用这种横点、横的点，要注意这个墨色的变化，不要说就是整个的黑的就点上去啊，一定要有一个墨色的变化。画完一组树以后，我们可以再重新调墨，再画第二组。随着我们的这个笔中的墨色变化，我们从前也是有近处先画近处的，再画远处的。重新调这种灌木，近处小的这种灌木。下面就是看，就是眼睛到这个树的后面，我们再画这种点景的东西。点景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勾线的。每次我们画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毛笔啊清洗干净，就是说我们笔中啊水啊都是清的啊。然后在笔尖的部分，我们再调墨。
笔尖的部分条目，看看这个亭子的这种怎样画，先画上面的两条线，两条线，两条线，再画下面的一个结构线，可以分一个，这是一个平的结构，我们可以再多一个面，这样就听到它这个透视立体感就出来，就表现出来了。然后画下面的立柱，先画中间的啊，再画这面的一个，这面的一个。这就是后面的啊，后面的这个后面的柱子要挡一下，给人感觉就是说这是前面的、左面的、右面的，这后面的这4个柱子，这种透视。虽然是勾的简单啊，但是这种透视关系要让人一看要舒服。透视关系一定要舒服。小的台阶，让它上去，让它上去。这是近景的2块山石。我们现在处理中景的，画笔清洗干净以后，调墨。我们画这个山水画的时候，就是山石啊，这样的勾法和我们画山的勾法是一样的。只要注意把这个山石的这个10分3面的这种关系，3个面我们只要是处理出来、交代出来，不管是我们画的山石还是山，它这种透视感、这种立体感就能表现出来。我们先处理山石的前面的这个面。先处理前面的这个面。我们看下面这种大的山石啊，我们是这么勾出来的。我们中景的这种山啊，也是这样勾出来的啊，也是结构，先勾前这个大的外形结构，大的外形结构。勾结构的时候，看了这个面，我们就分出来了，前面的、左面的、右面的这种大的块面，我们就分出来，几笔就分出来。向下勾，让这个线呢向下行的时候，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。勾完了以后，看我们这是边勾边皴的啊，这一部分到下面的部分要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。皴的时候用侧锋，看我们笔就侧锋，让它虚下来。这种是山石的那种，就是横切面，就是正对着我们的这一面，一定要让下边啊山石下边虚下来。
取下来。这就是前面的这一组。其实我们画山石啊，其实就是这几个步骤：勾、皴、擦、染、点这5个步骤。经常用的呢就是勾、皴、擦这3个主要的这种笔法。清水洗好笔以后，我们笔尖的部分沾了墨以后，画完前面这一组了以后，我们再往后边去画后面的一组，去一层层的去往后边去推。勾的时候可以里面加一些小的结构，到下面，末淡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它往下面去画虚下面的这个部分。这是一个整体的。用笔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勾山石的时候墨色略干，墨色略干。看这种突出的这种山石，我们可以用勾，就是折带这种皴法去画。这个墨用完了以后，把毛笔清洗干净。这块是个小的，这种瀑布，小的瀑布。这个山石处理的时候，看一下，要注意下边留，就是我们要留瀑布的水口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水口怎样去处理。大家看一下，一定要留出水口的位置。这是我们水口右边的这个山石关系。左面可以用这种侧锋，侧锋这种大笔触大的笔触去擦出来，就是简单的山石结构去擦出来。看大家留水口，注意一下它这个水口的位置，就是用两边的这种山石互相转折、互相交错，把这个水流的这种关系去表现出来。清晰了以后，我们重新调墨，再勾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结构。
我们勾这个结构线的啊，不要说一口气我们这么唰这么一下子勾下来啊，不要那个样。我们要有衔接的部分，让这个结构线它有个衔接的部分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一个是有线条的这种变化，也是能把这个山石的这种结构、外形结构多变，就不那么单一。这是中景的，我们中景的山。哎，这中景的山，水流下来以后，下面它也有一个近处一个水潭的位置，就是说它有一个水潭流下来以后，然后再有个落差，再流下来，是这样的。看我们进出的水口，也是按上面的水孔这个位置去流，也是两边的山石互相交错，哎，互相交错，互相交错。先把我们两边山石这种关系先处理好以后，我们再画里边的，哎，瀑布里边的小的碎石头，这样去画。先要定两边的山石关系，然后再画里边的小的碎石。哎，可以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画瀑布两边的这种山石的时候，墨色可以重一点，可以重一点。这样重一点以后，我们这个水啊，这种明亮，这种感觉就能对比的更强烈一点。看我们讲那个用笔画瀑布的用笔啊，上实下虚，哎，上实下虚，上实下虚，用笔啊就是入笔是实的啊，往下画石头的时候，它就用一种比较虚的那种用笔，就是提起来，它有个落差，对吧？这是两个关系。远处小的这种瀑布啊，我们画这个里边的山石的时候，哎，要小心，用笔呀要小，要细一点。看，就画这小的山石，细一点。要随着啊，我们画的时候一定要随着两边这种山石的变化，我们这个水流去变，要形成一个统一。远处的这个可以用淡墨点一下，代表就是里边小的碎石就可以。这就是水落下来以后，哎，这是一个落差，在离我们近的部分再落下来，这是水两个层次。我们画中景的这个树的时候，比较简略一点，比较概括，不用说画近景的一样，构上树干呀、树枝啊，构的那么就是说那么详细。我们画中景的时候，就是可以画上主干，点上两笔，就代表是这个中间的这种树丛就可以。调好墨以后，
可以勾简单的小的这种关系就可以，也可以勾一些夹页数，小的夹页数，小的夹页数。不用画的太大啊，尤其画中景的我们树的时候啊，不要画的太大，小一点，可以简单的小的枝杈就可以，就代表了就是树形，大概的树形画出来就可以。这种接的点都是小的树木啊，画中景的时候树不要画太大啊，一定要画那种小的，勾一下树干，点一点横的点，这种横的点啊，横的点。这个讲这个远识无村，远树无枝，就是说这个啊，就是远处我们画中景、远景、画远景的山石的时候，也是只有简单的一个结构线，里边可以布村。这个树呢也是，远处的树就不用画树枝，就是画个简单的主干，然后直接点叶的就可以。可以用这个大的这种混点，看这有小小的碎点，哎，我们可以用大一点的。大的混点，直接勾出来，就是这种树木，不用勾这个枝杈就行。哎，这就是中景的，画远山的时候要用淡墨，调这种淡一点的墨，去除多余的水分。让山是这样走过去啊，这样走过去，先勾出大致的轮廓。因为是远山，我们勾的结构啊，可以简单一点，不用和画前面那个啊，这种近景和中景的这种山石一样勾的那么详细，也可以简单的勾两笔，点两下就可以。一个简单的结构，因为是远山，让它下面虚下来，让虚下来。
这个山是这样走过来，这样的一个走势啊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可以用弹幕让它续下来。画的时候啊，我们画这个远处的山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墨，一定要淡，不要重啊，一定要淡。像我们画这远山的时候，这是比较近的一组远山啊。我们再画这个再远一点的山，也可以直接勾出来。简单的一个结构就可以用这个简单结构代表一下就可以。有朋友问说，老师感觉画的线条没有力量，是练什么呢？这个呀，这个主要是练书法，对对对，就像这个同学说的啊，还是练书法，以书法为主。还有呢，我们还有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是怎样练线条？我们可以啊，你可以用这个我们练书法的纸，练书法的纸，有废的吧？嗯，可以用那种我们练书法的纸，也可以练书法，练书法是比较好的一种这个练线条的方法。练篆书也可以，练那个隶书也可以。练书法也可以。我们觉得啊，我练书法，就是说觉得还是说太这个吃功夫。我们可以用什么呀？我们可以用纸啊，在纸上练这种线条，就是长的线条、竖的、横的这种线条去练，也可以。这种小的也可以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用这种纸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生宣啊，这是生宣。我们可以练哪种线条？你看，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练什么线条？一个是看中锋，这样也能练出来啊。我们中锋可以每天有时间，你可以这样去练，这样去练线条，横的，还有我们竖的这种线条，每天可以有时间，你可以这样去练。练的线条，就是说我练的时候啊，这个笔啊，练的线条就是一直在一个线条的中间是走，就是中锋用笔，一定要控制这个笔的线条，要随着你想让它变化，就是我想让它粗一点，让它细一点，随着你手的控制，自由的控制就可以。还有看转折、提、摁、转折这种笔，你可以每天有时间可以练，抽出时间可以练。看，对吧？就这样练也可以。还有斜的线，斜的线，就每天按照线条练就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这比较就是说比较快的一种方法。我们练那个画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学画的时候也是每天练这种线条。玄万是也就是我们现在画这个啊，我们画的这个小品，就是说旋着腕画的啊，旋轴旋腕画的这种比较松，画出来的东西啊比较松，用笔啊就是说比较放得开，比方画树啊、画山石啊，比较放得开。
这个我们呀，这个山水画里边，这是皴法呀，其实就2种，一种是以线为主的，就是说我们以线为主的，比如披麻皴啊、长披麻、短披麻，还有什么荷叶皴，以线为主的；一种呢是以面为主的，就是大斧劈、小斧劈，就是用这个侧锋表现山石的那种块面结构。2种皴法，我们画这个现代画的时候，其实说不是说就一种皴法我们去表现，是把这个线皴和面皴的这种皴法结合到一起，里边可能有，比如说里边也有披麻皴的成分，哎，还有这种斧劈皴、折带皴的成分都有，就是不拘泥于说一种皴法。一下子就我们画这个远山的时候，看这种墨啊，一定要淡，不要重，也是简单的勾出山的大致轮廓就可以，不要说勾会前面的山石一下啊，勾的那么详细，哎，那么仔细，就是你勾个大概的轮廓，里面勾个小的结构就可以了，不要皴。看这种皴法，它这个都是说好多种皴法在一起，好多的皴法在一起。当然都下边啊，记住下边这山的部分，山下边部分都要虚下来啊，都要虚下来，都要虚下来。用淡墨，看我们远上的地方，都是用简单的这种线条勾一下就可以，不用皴的那么详细。用淡墨，这是雾中的、云中的这个山体，哎，也是特别淡，哎，特别淡的几笔交代一下就可以，交代一下就可以。然后干笔、淡墨，虚一下这种云的这个大致形态，大致形态。这完成了以后啊，完成了以后，哎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淡墨、干笔把笔洗干净以后，调一点淡墨，还是在笔尖的部分啊，调一点淡墨。在哪儿啊？在我们刚才皴擦的部分这个位置上，我们用淡墨干笔略微的渲染一下，就是我们要加重一下我们山石的这种凹凸不平的这种关系，增加一下我们山石的这种立体啊、立体面儿，还有前后的关系，我们加深一下。也是，就是我们这个淡墨干笔擦染的时候啊，就是擦染到哪儿？擦染到我们这个山石的这种暗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刚才皴的地方，加深一下山石的这种凹凸不平的那种感觉。还有呢，还有就是说，我们瀑布的
看我们瀑布这两边山石的位置，可以略微多一点，就是让这个水的这种明亮度再增加一点，让它这个瀑布是凹进去啊，让它瀑布去凹进去。看我加这个淡墨，加这个位置，加在我们看我们村呐、村擦和前面和后边山石这个暗的部分，这个结构的部分，不要我们加在这个亮的部分啊，一定要加在暗的部分，让这山石的结构还有这种明暗关系更加明显。看，可以把这边是这山是暗的部分，就山暗的部分，阳光照不到地方，哎，我们可以略微多一点的淡墨，让它和前面这个受光的部分有个对比。看，还有这个山石的结构啊，这个山石后面的结构，再后面这几层的关系，哎，看我们用淡墨干笔略微的渲染一下，大家看是不是这关系更加明确，是吧？这山根的部分，得用淡墨、干笔，还有瀑布下边啊，都要刷染一下。哎，这就是说瀑布我们云气蒸腾的时候，哎，产生的那种雾气，略微渲染一下就可以。远处的这个远山也按淡墨渲染一下，要把大体的这种结构，哎，表现一下就可以，不用说画的就是远山画的那么详细。好的，看下边要轻轻的啊，擦出云的这种轮廓形态，就用干笔啊，这样先擦出来。这就是我们要染匀的地方。我们上颜色的时候，先要这个墨色，就是我们上的墨稿啊，完全干透以后，哎，我们再上颜色。在家的时候，你画的时候啊，可以觉得可以让它自然风干也可以啊。有个觉得可以用吹风机吹干也可以啊。我们先要把水的部分用清水渲染一下。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步骤一定要记住，用清水把我们水的部分还有云的部分，这是我们刚才留云的位置啊，这一部分我们也要用清水打湿一下，打湿一下。有的这个同学觉得我画云怎么画不好，怎么也处理不好，哎，我教给大家的方法，哎，打湿它，然后我们在渲染的时候，就是用墨呀，哎，它过渡的比较自然，就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干的墨块，它不会出现那种情况。染湿了以后，我们先上山石，用这种哎大白云、中白云都可以啊，大白云、中白云都可以。
先上赭石的颜色，我们先用一点赭石，一点点的赭石，调特别淡的赭石。我们渲染什么地方？先渲染，这个山路的部分，去渲染一下，用赭石。还有呢，是我们这个山的暗部，稍微上一点赭石。这个上颜色啊，我们这个山水画上颜色，一个是3种，一个是浅酱的，以赭石、花青为主的浅酱的；一种是小青绿。小青绿呢，是我们用这个石青、石绿、藤黄、赭石、花青为主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是大青绿的，就是以石青、石绿啊，还有这个石青、头青、头绿这种比较重的颜色。看我们上赭石上在什么部分啊？都上在山石的这种暗的部分，就是我们刚才皴擦，就是说看我们刚才皴擦的部分，我们可以用淡的赭石去渲染一下。上颜色的时候，大家记着啊，一定要薄要淡，不要上的太厚。这个颜色，我们该留白的位置要留出白来。远山，一定要留白的地方，一定要留出白来，不要整个去涂。看我们上的时候，就是用我们的这种大白云呀、中白云这种尖毫的去渲染。大家看到我不是平涂的啊，是用这个笔的前半部分，去渲染。到后边，看我们后边墨色比较淡的时候，我们上颜色也是很淡的，一定要随着我们的墨色变化，颜色也要有变化，看这种赭石，特别淡的赭石，渲染了以后，下边花青也是淡的花青，也是特别淡的花青，也是调成淡的花青。也是渲染，看我们亮的部分，让它和赭石有个衔接，啊，我们这个有个衔接。我们是趁这个我们赭石还湿的时候啊，我们去染的花青，这是纯的花青啊，纯的淡花青。我们暗的部分可以多一点，也可以多一点花青。我们上那个赭石的时候啊，是为了我们在上第2遍颜色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是上3绿。这花青的部分呢，我们是上那个3青，这是小青绿的一种打底的方法，上色的方法。我们要用比较暖的色去衬托这种冷色调。
哎，到山根的部分，我们用花青渲染一下。远山也是啊，我们远山也是用淡的花青，水多一点没事啊，一定要把水多一点颜色里边。我们上色的时候一定啊，颜色不要太干啊，一定要调的水多一点。可以渲染一下，可以渲染一下，让那个赭水和花青有个融合。但是我们这个亮的部分、高光的部分啊，我们还留着这个留白。要留白。我们这个加压的部分可以用竹标，淡的竹标，也是渲染一下。这也是打底色啊，也是打的底色。上面也可以加压的部分用竹标打个颜色。我们可以染这个水和云。水和云呢，就是用花青啊，用花青加点淡墨，加点淡墨，去渲染这个瀑布的位置、水流的位置。就是浮沟，就是上下这个瀑布里边的这种碎石，要把这个水的这个水流的位置留出来，留出白来。看这样，用这个笔轻轻的渲染一下，然后下边是水汽的这种感觉，和我们染云是一样的啊，用笔是一样的。哎，染云的是一样的啊。染云的时候可以里边加点竹标。你又来了。来，上台。看我们染云的时候，也是用笔一定要轻，要虚，水要足。尤其染云的时候啊，这种那种轻飘飘的那种感觉，哎，是这样处理出来的。看染云的时候，一定要颜色一定要淡，用笔一定要轻，要虚。再注意就是嘛，我们云的这种形状和动态，要注意怎样去刻画，怎样去刻画。看这样去刻画，要把这个云的这种形态、形状和动态，哎，要留出来。我们是用这个颜色去衬托。
该虚的地方要虚。看云啊，一定要把这种轻飘的这种流动的感觉画出来。看这种，哎，完了以后啊，这我们现在这是打湿的地方，对吧？这打湿的地方，哎，我们可以上完颜色以后，可以用我们笔中的这种，哎，用清水，哎，把它分染开，把它分染开。这是一组山石。看这种云的这种形状、这种动态、这种灵动的感觉，对吧？这样的手法处理出来的。有时候就是说，觉得啊，我怎么画云特别，就是怎样处理，怎样感觉不出那个画不出云的那种轻飘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说我们用笔的方法不对，用的方法不对。下面也是，看，看用笔的时候啊，我们上面就是虚的啊，用笔都特别虚，去轻轻的进行晕染，不要重啊，颜色也不要重，用笔也不要重，对吧？这种看这种云的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就出来了。远山用花青，对，这是湿染法，这是就是染云的湿染法。这湿染法，湿染法啊，我们为嘛用这个湿染法呢？因为这个现在湿染法，一个是好入手，一个是好控制这个云的这种形状，好控制这种形状。我觉得，比如说我们勾完了以后，觉得哪颜色不够，我们在它，哎，趁它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加。这种云呢，感觉比较自然，看出来比较自然。该加的部分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水口的部分，可以用花青、淡墨略微的加一点，让它颜色呢，让它这个部位的颜色，这一部分的颜色可以重一点，这样我们的水口感觉，对吧？它用对比啊，这种更强烈一点，这水呢更亮一点。这地边的颜色，对吧？是不是特别淡？我们可以啊，这是三绿，可以用三绿渲染一下。这三绿渲染一下，就是我们刚才赭石加一点花青，不是加一点藤黄，这个绿有点太深，我们可以加一点藤黄、朱标，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朱标，看藤黄、朱标，它调一点比较柔和的，加一点暖色调里面，它调的绿啊比较柔和，不像你要是用纯的啊，用纯的三绿，这个颜色比较冷。可以用这个调好了以后，上一些我们刚才上那个赭石的地方，
上赭石的地方。但是赭石啊，我们不要全覆盖住，也要留一部分，留一部分出来。可以轻轻的上一部分三滤。还有我们上颜色的时候啊，还要讲一下啊，上颜色的时候不要用这个笔啊，在我们上这么来回的去涂，一定不要这样啊。它的颜色涂了以后吧，它一定要这么来回的涂，它的颜色，它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不均匀，一个就是说它太厚，我们可以轻轻的从上这样的用笔的方式，不要来回涂，就顺着一个方向去涂就可以。也是啊，特别淡的颜色去上。上来我们刚才啊赭石这个部分上一点，看上颜色的时候，看我的笔用笔的一直就是，比如向下就一直向下，它没有来回的去染。我们亮的部分要留出来，像暗的部分，还有我们刚才这个上花青的部分，对吧？这个上花青的部分，我们用这种三青，是三青色，三青色，大家看一下这个三青。可以呢，我们三青色这个可以用什么？用这个三绿和三青色调一下，就三绿啊少一点，三青色偏多一点。上到我们是刚才上花青的部分，花青的部分也是薄薄的上一点，在这儿可以薄薄的上一点。这样可以。刚才我们上花青的部分啊，我们轻轻的略微染一下，略染一下。远山的部分可以加一点，在这个我们刚才调的这个颜色里边加一点花青。主要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现在颜色主要就是花青、藤黄、赭石、三青三绿用的比较多。远山可以用这个花青渲染一下。这是第一遍的颜色，染完以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，有点淡。我们上第二遍的颜色的时候也是啊，这现在是就是它是比较湿一点，我们要在湿的时候啊，可以加第二遍颜色，去调整一下。我们看第二遍颜色的时候啊，我们就不用赭石，用什么呢？用朱标，就不用赭石了。第一遍我们上的赭石啊，我们第二遍不用赭石，用朱标、藤黄。
大家看一下，坐标加藤黄，然后呢加一点的白色，加点白色。我们加什么？加在哪个部位？看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是加在我们刚才赭石的部位。哎，就是刚才我们上赭石的地方，上赭石的地方，我们加一点这个颜色，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注标调的颜色啊，它是不是比赭石要亮一点？对吧？要比赭石亮一点。这是中景的这个远山，这中景的这山也是加在这个赭石的部分。赭石的部分，对吧？它比这个赭石要亮。我们调的这个颜色，不是我们调色的时候啊，是加的白色啊。我们不是加在白色的不是留白的位置啊，是我们看我再做一下示范啊，是朱标加藤黄。加完藤黄以后，这有点白色啊，我这个盘子里边有点白色，大家可能看不到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哎，这有点白色，哎，我们调的这种颜色，它是偏那种，哎呀，接近于那个橘黄的颜色，但是比橘黄它要发一点红，它这个呀要比这个赭石要亮，我们就是说用在它提亮的部分，比如说觉得这个颜色不够鲜明，我们可以稍微加一点这个颜色。这是我们加的这个36的地方，36加藤黄的地方啊，调的藤黄。难可听会。嗯，皴法刚才前面讲的时候，老师讲过了啊，咱们画现代山水不是一个单独的皴法。就是我们讲过啊，这个皴法呀，就是两个大类，一个是以线为主的，一个是以面为主的两种皴法。这个线为主的又分什么长披麻、短披麻，这个荷叶皴，什么荷叶皴、那个乱麻皴这一类的啊，这是以线为主的。还有一种呢是以面为主的一个皴法，就是说大斧劈、小斧劈，这个还有什么拖泥带水、什么刮贴皴，都是一种皴，这就是两种大的皴法。里边又分小的几种皴法。我们常用的就是这个，一个是短的这种线条，一种是就是块面的这种斧劈，这两种用的比较多。我们现代化啊，都是说结合到一起。这幅用的就是披麻皴也有，我们折带皴也有，对吧？还有这种小的斧劈皴也有，就是现代化来说，它把好多的皴法结合到一起。那上第二遍颜色的时候，可以用一点的，看这是二绿，对，一点的二绿。我用一点点的，哎，二绿。现在我们绿色啊分的很多种，原来啊就是头绿和三绿，
就是两种，现在有一种二绿的颜色也可以，它比那个头绿的要浅一点，比那个三绿呢略微的发一点暖色调。我们可以加在这个刚才三绿加藤黄的位置，我们加一点二绿。我们上那个第二遍颜色的时候啊，可以趁它湿的时候去晕染。去晕染一下。晕染就是说我们这种亮的部分，就是山上面这个结构多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渲染一下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部分亮的部分，就是高光的部分，还要留出来。还有什么？看，我们就是说，这种山的这种正面位置，要留出白的位置。用笔啊，一定要轻，上颜色的时候啊，一定要轻，水要多一点，水要多一点。该留的这个留白的位置就要留白。然后可以用这个我们其实画完以后啊，这个不管是勾皴擦，最后都有个这个补充的这种啊，就是说该添的颜色添颜色，该补充的补充。像我们暗的部分，可以用这个花青，调一点蓝色，就是这个那个三青啊，可以加一点三青。可以调点三青，就刚才我们染这个三青的位置啊，我们可以加一点，看就是这种花青加的三青，染一下。这个树木啊，树木不要加别的颜色，就是花青，就用淡的花青啊，去染这个我们树的位置，也是特别淡的颜色，特别淡的颜色去渲染。看这种淡的花青啊，去染。上的这种染出的树丛、花青，去渲染一下。染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，这个和前面的这种山石的关系。不要把颜色吃的太多，要留出这种光的位置。看我们颜色，这种山的颜色的光的位置要留出来。亭子就用赭石啊，就用浅的赭石色去渲染一下。先勾一下，现在的柱子可以，这样勾一下，顺着我们这个勾的这种结构线中间
你勾一下就可以。看我们这个云的啊，这云现在就是已经处于这种就是说半干不湿的状态了啊。这种云，远处的云我们不要动，这是远处的云不要动，我们要把近处的这个啊，靠近山脚的，就是山根的部分，我们云要稍加一点，让它前后的这种云的关系要交代一下，可以略微加一点，就是花青里面略微加一点淡墨，加点淡墨。看我们就是加在我们前面的这些山的中景山的下面，这一部分，看可以略微加一点，略微加一点，让这个云的它就是前后的这种层次，还有这种关系，哎，在这个颜色上，它有个重远虚近重，哎，它有个变化。这样我们把这个山的这种层次，把云的这种关系，都推出一个就是距离来。推出个距离来，看我们进的啊，这个云，哎，略微加一点，对吧？是靠近山根的这地方，云彩出来的时候，哎，它比较这个厚重，哎，越往这个外面走的时候，它的云变得越来越淡，越来越虚啊，就是近处的云比较厚重一点，越往远处这个云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它这个云呢是这种横向的啊，这种云。我们昨天画的那个云呢是这种斜向的一种来回滚动的那种感觉。这种云呢就是我们横向的一种流动的云。每幅这个作品里面，它的云的处理的方法都不一样，它的形状也不一样。可以把我们的瀑布，瀑布的地方可以。我们这个点胎啊，是我完成了以后，第一遍颜色完成了以后，我等它干了以后，我点的胎啊，点胎就是表现山中的就是这个杂草啊、杂树之类的啊，这远处啊就属于杂树，近处呢是杂草之类的啊。它为了调节这个线条的疏密，分明层次，就是分明前后的山石的层次，然后呢，明确一下山石的结构关系，加深一下这种结构关系，这是起这个目的啊。我们都是等干了以后，我们加的胎点。主要现在我就讲这个，我们怎样去调整画面，就是最后的调整画面的这种步骤。还是啊，我们先调好赭石。我们第一遍上的赭石地方啊，我们再重新调一种颜色，就是说用朱标，还是用朱标，加藤黄，加藤黄。赭石的颜色呀，我们用了一次以后啊，第二次的时候要改一下，不用赭石，因为这个赭石颜色它覆盖力太强。我们上的太厚的话，如果这个颜色这个画面会显脏。我们第二遍上的颜色的时候，可以用朱标加藤黄调成一种颜色，
接近于赭石的颜色啊。调了以后，没事啊，把我们山台阶的部分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下，还有我们这个亭子的部分，可以用竹标，淡的竹标去渲染一下，再加一下啊，再加一下，再加一下。让它感觉更明显一点。我们第二遍颜色调整的时候啊，就是说我们最后这一步调整的时候啊，就是整个画面染完以后，我们需要提亮的部分，我们要加深的部分，主要是起这个作用啊。看我们现在赭石的部分不是很明显，对吧？不是很明显，我们就要调整一下，提一下颜色。也是啊，很淡的颜色啊，不重，不要用太重啊，不要过，一定要留出，我们要调整这个余地啊，要有调整的余地，不要一下上过，上的太就一下上的太重颜色，我们想调整调整就没法调整了。一点点的薄的颜色去加一下就可以啊，不要太多。然后这个前面的啊，前面这个也是啊，用这种竹标加一说啊，用竹标加一点藤黄，调成这种橘黄的、橘红的颜色啊，竹标加藤黄调的啊。上到我们夹叶的部分，上夹叶的部分，还远处啊，远处还有，远处的山上加一下。这个点胎的部分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树的部分，也要用我们刚才的花青，花青，我们刚才调的啊，这是花青和淡墨调到一起的啊。这盘儿我剩下的就是我接着用。加清水，加清水，渲染一下树的部分，点燃树的部分。这种点印都用几个啊？这个淡的花青加墨，淡的花青加墨去渲染。都要加一点。好，我们可以染山的部分。
山的部分，这是我们刚才二绿的颜色，加什么呢？藤黄，加点藤黄进去，加藤黄进去，也是特别薄的颜色。看我们上的这种第一遍上的颜色的上面，就是绿的上面，就是我们三绿上的地方，我们再薄薄的上一遍这种二绿的颜色。二绿的颜色，去上，薄薄的上啊，不要太重。薄薄的上一点。我们这个留白的位置啊，要注意，一定要注意留出来。看是不是很薄的颜色啊？很薄的颜色，去加一下。哎，就是为了一个是为了醒目，一个为了颜色的哎更厚就是更重一点，更亮一点。看我们赭石的部分，哎，还要预留出来。哎，看是不是这样？比原来的颜色，哎，要亮一点。远山的部分也要啊，加一点。哎，加一点。看我们亮的部分，哎，还要留出来，对吧？还要留出来。然后我们要染，就是染了这个，就是花青的地方，对吧？加一点三青，就在我们这个二绿这个颜色里边，哎，加一点三青，加点三青进去。哎，这种颜色啊，三青进去，上到我们花青，花青的地方。我们就是，下面看大家下边染上的，这下边是绿的，我们再用这二绿加藤黄加一下。我们下边是蓝色的地方，我们就用这个二绿和三青调的这种偏蓝的这种颜色去加染一下，记住这点就可以。远山，让接下来
也是特别淡的颜色渲染。下面用清水，用清水把颜色让它虚下来。一定要上颜色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用水，一定要注意看怎样去用水。用水的方法用对了以后，我们的画面就会给人感觉特别润。完了以后，用这个花青加淡墨的这个颜色，花青加淡墨这个颜色，让这个水口的位置，还有这边的山石，虚下来。注意啊，这个水口一定要控制好，不要把颜色不用被颜色把这个水口给吃完啊，一定要留出水的位置啊，还有我们近处的这块山石、树木，我们也可以要用这个花青加淡墨渲染一下。远山，远山也是用这个淡花青加墨去渲染一下。淡的花青，把后边渲染一下就可以。树的部分，就可以这样感觉这个画面比我们上了第一遍颜色以后，会更亮一点。这也是等干了以后我们干了以后，我们可以加一点什么呀？加一点那种纯二绿的颜色，去加一下苔点，有的画家是喜欢，就是说完了以后，我用这种颜色蓝的，就说比如说三青的头青的颜色点，有的用这个二绿的颜色调的去点那种苔点，让这个山石的结构更明显，然后这个山呢有气势，脉络更清晰。现在好多画家现在的好多这个画家都喜欢用这种点彩的方式，比如说这个有泼彩的，有点彩的。泼彩的张大千的泼彩，我们就是画家，就是说近代的画家魏子熙老先生，特别喜欢点彩，就是他画的画上每幅画上，在这个山头的位置，用这种
有点头青的，有点红的，还有点绿的，让那画面啊很精神，很提神，就是说那种画面。基本上这种画面就调整好了。